这么安静，看来他真在休眠。不要说话。来人！ 来，走。胡一，胡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阿软。 这样打下去并不是办法，请几位为我护法片刻。一泽，你要干嘛？一泽，你没事吧？天剑降魔，果然非我所能驾驭。我没有灵力，助一泽。前辈，住手！我不许你们伤害他。 天边的六月，照人心凉夜。一眼翻成一念线，爱和雨之间事与愿言。
前辈小心！数千年过去了，你终于恢复了神智。你不该来星罗岩，更不该为了我耗尽万年修为。我这样一个罪人，不值得你远离天界，离群索居。天国虽然热闹，没了你，万杯公仇不过是提醒寂寞。星罗岩虽是寂寥，可有你在，千年不过一瞬而逝。原来如此，原来福音将军和西姐姐是一对神仙眷侣。将军，你可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约定吗？记得，我都记得。这数千年来，苦了你了。你终于恢复了神智，我的等待便是值得的。我是因九幽冰魄的寒气入体，这才暂时压制住了体内毒血的流转。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便又要。既然如此，我再陪上你个数千年又有何妨？妙华，你甘冒奇险，带这几位小辈进入岩洞，定有要事吧？将军，你还记得烈山部吗？当然，烈山部是相助神农补天的上古神医，后来长居流月城中，由于伏羲结界所限，恐怕此刻还漂浮于北疆上空吧。福音前辈，流月城已和魔族同流合污，在人界四处投放了能够吸食人之七情的榉木枝。这100年以来，他们毁掉了很多地方，戕害了数不尽的无辜生灵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杀害了我们的朋友。烈山部被困在流月城中，又怎么会与魔族合作？此事说来话长。总之，烈山部的后裔现在正准备从流月城前往下界。他们与星魔合作，是为了以魔去熏染自身，来抵抗人界的浊气。饮鸩止渴呀！神农神上现在何处？他为何置烈山部于不顾？难道伏羲也眼看着人界生灵涂炭？自1000年前，人界已再无神农神上的踪影，而这些年来，我的修为大减。天界对此刻的我来说，已是遥不可及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想用昭明神剑破开伏羲结界？不仅如此，心魔无形之物，唯有昭明剑才能将其彻底铲除。烈山部是上古神异，其体魄和灵力都强过凡人100倍。心魔更是魔域中最强的种族之一。就凭你们几个人，便要对抗流月城，恐怕是以卵击石。这种事啊，总要有人去做的。虽然我们凡人的力量渺小，但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以我们的性命换取人界一丝生机，值得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多谢前辈。跟我来。
这便是毒兽肺。昭明之影就在他的尸骨当中。姑娘且慢。虽然神农神上的封印使得毒血无法扩散到山体之外，但是兽骨周围的土地皆因毒血浸泡而变得剧毒无比。仙体接触毒血，尚且会变得和我一般凶煞狂躁。你们凡人只要轻微触碰，便会顷刻丧命。我懂得避毒之术，不妨由我为大家取出昭明之影。妙华，你以为我耗尽万年修为，根本无法抵御毒血的凶煞之力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们都无法靠近毒兽的尸体，只有我可以。你怎么去？我自有办法。当时没能陪你看迎风花开，想来仍是遗憾。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体内毒血未尽，已经压制不住毒血的反噬，只怕片刻间又要丧失神智。妙华，你陪了我数千年，我不希望你再遥遥无期地等下去。这是迎风花。此生无遗无憾，只是欠你太多。百年扎根，只为一朝吐蕊。我如迎风花般，得偿所求，不负怨怼。忘了我，重新修行，回天界去。将军，你既然自觉亏欠我太多，那便不可敷衍了事。我要与你立下一个约定，你带着这朵迎风花前往轮回之境，下一生不管你去哪儿，只要带着这朵迎风花，我便会找到你。好，我在下一世等你。这便是昭明之影，为何会
会是这般形态？昭明之影似乎被封印住了。封印？那要如何解开？虞姬，虞姬，无意不知，小子，不妨让那个女娃试试。昭明之柄，不就是因她而解封的吗？你说女娃？仙女妹妹？那就让我试试吧。阿软姑娘，阿软姑娘，阮妹妹，仙女妹妹，阮妹妹，阿软姑娘，仙女妹妹，阿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阿软姑娘，前辈，阿软姑娘她怎么了？阿软姑娘禀赋清纯，只是她的身体异于常人。异于常人。阿软姑娘的灵力恢复要比常人慢一些，方才一番恶战，她的灵力又消耗了不少，因此才会昏迷不醒。灵力亏虚，那是不是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？一泽，前辈，一泽他怎么样了？夏公子身体中似乎有一个霸道至极的封印，压制住了他体内的妖力。封印乃是我师尊所设，为了避免我妖行暴露，这个封印正在逐渐溃散，我也只能暂作延缓，只怕再过些时日，封印将会彻底消失，再也无法修复。那一泽岂不是变不回人形了？无妨，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。令师尊是设下封印之人，他或许有办法修复封印。夏公子，你应该去寻你师尊帮助。师尊此前已往稽山之巅渡劫，归期不定。更何况，在下目前所处情形有些特殊，唯恐连累师尊。仙女妹妹醒了。阿软姑娘，怎么了？阮妹妹，阮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一泽，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在梦里，你就站在我面前，
然后你突然消失了，所以我就吓醒了。你看吧，你一叫我的名字，我就即刻过来找你了。你放心，只是个梦而已，不用怕。我真是不争气，又让大家担心了。仙女妹妹，你醒过来就好了。你看一泽急的差点连魂儿都丢了。岳兄，慎言。啊，那是我说错了，不只是一泽一个人，我们2个魂儿都丢了。岳兄挺记仇的嘛。就你话多。一泽，我来帮你修复封印吧。且慢，夏公子的封印非同寻常。当初为他设下封印之人，曾经不惜自损修为，在封印中注入了许多白金之灵。而阿软姑娘禀赋属木，你帮她修复之时，金木两灵相克，终致封印失衡崩溃，难以修复。啊！原来是我害了一泽。别说傻话了，你也是一片好心而已。况且，就如阿软姑娘所言，人和妖，就像飞鸟和游鱼，并没有好与坏之分，在下根本不介怀。阿软姑娘，你精神好些了吗？睡了一会儿，有力气多了。我这里啊，种了许多花草，你修木属法术，应该也喜欢花花草草吧？不如我带你四处转转。好呀，刚好睡得一身酸痛，出去走走正好。我陪你。夏公子，你封印破损，现在想必一定很难受，你还是好好歇息一番吧。在下无妨。你现在不好好休息，妄动气血，恐怕会加快封印崩溃之速。好，在下就依前辈所言。阿软姑娘，走吧。一泽，你要好好休息啊。我去厨房看看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准备一下。一泽，你休息一下啊。我帮你。阿软姑娘，你喜欢哪种花草？我什么花草都喜欢呀。西姐姐，星罗岩浊气很重，你居然还可以把这些植物养得这么好，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吧？一花一草都有它的灵性，我对它们心中有愧，本不该让它们生长在如此寒浊的地方，陪伴在我左右。西姐姐，我可以让草木迅速恢复生命力，你看着啊。不可！怎么了？阿软姑娘，你灵力特异，似仙非仙，似灵非灵，不知究竟是何来历？我是巫山神女啊。这……早在上古之时，巫山神女恋慕上仙思忧无果，悲怆之下香消玉殒，归葬巫山。此事众仙皆知，绝无讹误。归葬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已经死了？我也不知其详解。不过，虽然我对以前的事记不大清楚，脑子里却有很多关于思忧的回忆。思忧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？思忧上仙，在我位列仙班之前，便已故去。
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？虽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些思忧的影子，一些片段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还是觉得很难过。阿软姑娘，我叫你出来，其实是有一要事相告。姐姐，请说。西前辈，刚刚四师故意将我从阿软姑娘身边支开，她究竟意欲何为？罢了，跟去看看。我在帮你调息身体之时，发现你的体质并不像是仙身，反而更接近草木之灵。草木之灵？嗯。不会啊，如果我不是巫山神女的话，我怎么会有巫山神女的记忆，而且还知道上古时候的事情？这一点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对了，你近日是否觉得时常晕眩乏力？而且最近连吃东西都没什么胃口了，都不像以前吃东西那么香了呢。果然如此。阿软姑娘，从未发现自己身上灵力正在流散溃失吗？灵力流散是什么意思啊？常人灵力便如瀑下水潭，常急常有，往来相济，含有干涸；而阿软姑娘灵力虽精纯强横，却如一只满水瓷瓶，一旦倾倒流溢，便覆水难收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灵力无法自然恢复，用着用着就没了？不错，然而又不仅于此。譬如此时此刻，你未动用法术，但你的灵力仍在流逝，只不过其量微小，难以察觉。如果灵力全部流逝完了，会怎么样？我从未遇见这种情况，故无法断言，但想必应该是十分凶险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阿软姑娘，但这三界之中，花无常好，月无常圆，何曾有谁真的永生不灭呢？西姐姐，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？一则他们知道会担心的。西姐姐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多谢相告此事。阿软姑娘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，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，不要再频繁动用灵力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若有需要帮助之处，尽管开口。嗯。
谁？宜泽。阿阮姑娘。你来多久了？啊，刚来不久。啊，那还好。宜泽，你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身体里的妖力和封印又冲撞了？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在下无妨。宜泽，你知道自己变不回人形了，心里一定很难过吧？世间妖类，有生而能化人形者，亦有修炼而能化人形者。若在下勤加修炼，再过10年，我或许能重现人形。那如果我分一些灵力给你，再陪你一起找找可以补灵力的草药，是不是就可以加速你的修炼，让你早日变回人形了？阿阮姑娘，你还要将灵力分给在下？我乐意给，你不能说不要。在下何德何能，值得姑娘你如此相待？哎呀，一点点灵力而已嘛，而且我可是神仙，比你们凡人的灵力可多多了。方才你和西前辈的对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你都听到了？抱歉，姑娘，我无心冒犯。那你还来做什么？来看我伤心的吗？明明自己都快要死了，还想着把灵力分给别人，真的很可笑，对不对？不，阿阮姑娘，在那间荒废的破庙里，我曾跟你说过，愿为你承受一切煎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可灵力散逸的人是我。傻瓜。死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会不会跟梦里一样，会变成一棵水草，没有光，也没有声音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一泽，阿阮，我能叫你阿阮吗？嗯，我向你保证，终有一天，这万里山河都将为我所有。我将踏破河山，倾尽我所有的能力，为你找到解决之法。天下之大，总不会毫无希望的。真的，一泽这么大方啊！其实，我不太知道该如何讨女孩子的欢心，所以如果有任何事物能让你开心、快乐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会为你做到。我哪有那么贪心？只要有一泽，还有小叶子、文人姐姐，你们能一直陪着我，我就觉得很满足啦。
文然，好香啊！你果然跟长安那些女孩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她们就算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但也最起码懂得针织。可你呢，只会打架、砍柴、做饭。哎，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损我呢？不过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又胡说！别人家的少爷不是花天酒地，就是迎风弄月，哪个像你一样，从小呢就是一门心思啊扑在木头上。我看啊，还好是岳伯父岳伯母，要换了别人，早就把你扫地出门了。说起来，文然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岳无义啊？大概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不太像个正常人，所以岳伯父呢才为你起名叫无义，希望你长大以后能够好好做人吧。你这个解释啊，还当真有趣啊。其实呢，老爹从小对我呀就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就是希望我普普通通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所以取名无义，就是说跟别人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意思。有这么好的爹娘，是别人8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。无义，你就真的舍得这样抛下他们吗？我不是抛下他们，我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保护他们。我小的时候啊，一直在想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成为跟师傅一样厉害的演术大师。可是走到现在，我才知道，在这份荣耀的背后，需要肩负很大的责任。一则变回了妖形，而仙女妹妹屡屡受伤，你更是险些身死。我们为了这份责任，付出了很大的牺牲。所以文人，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彻底的铲除刘月成，才能对得起所有人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真的很难想象，这番话是从岳公子口里说出来的。哎，你就别再取笑我了。好了，我们去叫他们吃饭吧。殿下，整个长安城找遍了，仍没有发现风牙仙师的下落。难道连他也死了？仙师法术高深，应该不会吧？那李艳呢？小人也正在查，暂时还没有他的下落。废物，滚下去！是。三皇子在星罗岩，杀了三皇子，杀了岳无义，杀了他们！站住！殿下，您还有何吩咐？星罗岩，李艳在星罗岩。星罗岩，殿下，您是如何得知他在？我的脑海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。哦，莫非是风牙仙师在跟您用秘法传音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即刻点兵。是。我不要喝汤药了。阿软，阿软，最后一碗了。阿软，来，最后一碗了。我不喝，我不喝，药苦死了，我才不要喝呢。来，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来一口。不要过来，阿软，我不喝，我不喝。阿软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仙女妹妹，就一口啊！一泽，大清早的玩什么捉迷藏？一泽他非要逼我喝那么苦的汤药，难喝死了，我才不要喝呢。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，阿软？不要不要！来，阿软，
阿软，文人姑娘，麻烦能否帮忙让一下？阮妹妹，怡泽也是关心你的身体啊。文人姐姐，你可是我这边的，怎么叛变了呢？阿软姑娘，我所种的这些花草中，有些是助于滋补调息的，你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服用。阮妹妹，你最近身体不适，是该好好调养，不要辜负了西前辈的一番心意。小叶子，你帮我把药喝了，反正都是补身体的，谁补都一样。你比较虚。胡闹，自己的药自己喝。一泽，你怎么这么坏啊？昨日你还说只要我开心就好的，今日就逼我喝这么苦的药。我，一泽，原来你这么贴心啊！岳兄，啊，好，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。阿软，不如这样吧，你看，哎，这是麦芽糖，你一口气把药喝了，然后再吃颗糖，不就不苦了吗？啊，说的有道理，来吧。哭死了！阿软，纸。哎，以前呀是仙女妹妹专治怡泽的冰块脸，现在呀是怡泽专治仙女妹妹的仙女病。前辈，请留步吧，我们找一处开阔的地方，便可以乘坐岩甲鸟离开了。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可有打算？昭明之光位于南海一个叫做从极之渊的地方，我们打算先去广州，在那边找一艘能出海的大船，再寻找从极之渊的具体位置。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西前辈以后有何打算？我在天界住了数千载，又在星罗岩守了数千载。如今，我打算到处看看，游历四方，寻找福音的转世。上天必不负前辈的苦心，前辈定会找到福音将军。前辈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西姐姐，再会。一泽，刚才的糖可真好吃，能不能再给我一颗啊？这麦芽糖是在长安的时候买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买到。不如等到下次喝药的时候再吃吧。就一颗吗？一泽不要小气，一泽，就一颗。可是阿软姑娘务必要答应在下，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都不能再动用法术，让在下来保护你就好了。看情况吧。不行，你今天务必要答应在下，否则我就把实情告诉岳兄和文人姑娘。一泽，你居然没醒啊！一泽，你们打完情骂完俏了没？岳兄，哎，人家俩说话呢，你有没有眼力见？果然有人在搞鬼！阿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仙女妹妹，没事，可能最近没休息好，
总觉得睡不够似的。都怪我，一直带着你四处奔波，在长安时，也没让你好好休息。才没有呢，一泽吃的比我少，睡的也没我多。真说起来，一泽比我更辛苦才对。接下来若有交战，阮妹妹在后压阵即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用亲自出手。刚才虽然只是与那人短暂的交手，但我却能感觉到，此人的修为非常强大，甚至可以说是深不可测。能在这么大一片地方，悄无声息地布下如此以假乱真的幻阵，此人的修为定在我们之上。若不是夷则先以秘术破了那人的幻境，我也未必能察觉到那人所在的位置。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。要不这样，夷则，你陪仙女妹妹休息一下，我跟文人去探探路。也好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都怪我，拖累大家了。怎么会呢？若非阿阮姑娘方才率先发现那个人，我们如今还困在幻阵当中呢。哼，夷则就会哄我开心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这里有火山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应激处有痛感吗？难受吗？好痛啊！文然，你快扶我离开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你就这么扶我呀？我怎么走啊？那要怎么扶啊？最起码要这么扶我才能走嘛。走。好疼啊！那当然了。还疼吗？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，文然，你别生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片火山跟我梦里的情景非常相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初昭明之影就掉在这附近？看来这条路没有走错。好，我们快去找夷则和阮妹妹。阿阮姑娘，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没事。好漂亮的蝴蝶啊！可是此地花草如此衰败，怎么会有蝴蝶呢？可能是丛林里飞来的吧。我在巫山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，红的、白的、带斑点的，就是没见过这种蓝色花纹的。要是阿阮姑娘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抓它回来就是。算了吧，他们在这儿自由自在的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搅了。夷则，他们又回来了。
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越来越多啊？小心！又是你，贪狼祭司！三殿下果然是身负大运之人，之前屡次为你设下杀局，竟都被你逃脱了。今日我定要将你捉来，喂养我的骨蝶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岳无义呢？说出他的下落，我可以成全你们；否则，我就让你们尝尝万蝶噬骨的滋味。当初若非你一一阻拦，我未必来不及相救我母妃。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！怎么会？法术一失即散。我的宝贝骨蝶以灵力为食，一旦遇上灵力浓郁的活物，便会紧追不舍，直到把对方的灵力吞噬殆尽。之前小瞧了你们几个，如今看来，你们倒也配得上我用死招。阿软，我在这里拖住贪狼祭司，快去找文人姑娘和岳兄。不，我要在这里陪着夷泽。阿软，听话。不。这不可能！你用的是什么法术？竟然没有被我的骨蝶吞噬！我这个不是法术，是眼术，没见识。又是这些破木头，之前是谢衣，现在是你，可恶！你说，你跟我师父到底有什么过节？哼！当年沈夜择途，老子样样强过谢衣，可不知道谢衣在背后动了什么手脚，竟然让沈夜选择了他。没想到这个流月城的大祭司，凶恶至极，但还算有点眼光。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要是没有谢衣，老子现在至少跟七杀连真平起平坐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你就替你师父来偿还吧。换了我是那个大祭司，我也会选谢衣哥哥。每天对着你这张阴险狡诈的脸，我会连饭都吃不下去的。你们以为烧了我的骨蝶，老子就奈何不得你们了吗？这又是什么邪术？他的魔气比在冷德寨强盛太多了，怎么可能？师父明明当时把他逼入绝境了呀！无知小辈，我的这身魔气经过心魔再次加持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刘月成祭司，
果然跟心魔有所勾结。可恶！我的骨蝶是谁？出来！何方妖人，在此以邪术作祟？不可能！难道你用的也是眼术？这等魑魅魍魉，在仙火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。是什么东西？敢坏老子大事！你擅入仙罗岩在先，其后动用邪术，你若再不肯退去，休怪我对你无礼了。既然有人打岔，今日就先放你们一马。小子，算你走运。老子先走一步，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。哎，敢问前辈，此地凶险，不宜久留，你们也速速离开吧。喂！探狼祭司随时会再回来，我们还是先离开，再做计较吧。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一座火山，无意说与他梦中所见极为相似，或许在那里能够找到昭明之影。如此，便去火山的方向吧。来。既然一时杀不掉谢衣之徒，那就只能等他们先拿到昭明之影，再寻机出手了。贪狼祭司，你是何人？杀你的人。沈夜派你来的。大祭司命你跟踪谢衣之徒，并未让你动手，你已经违背了大祭司之命。哼！想当初，我也算是对沈夜言听计从，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他向来不把我当回事，我又何必对他继续效忠？所以，你选择与心魔合作。难道沈夜这么多年，不是在与心魔合作吗？你既已承认，我便可向大祭司复命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我在流月城100年都没有见过你这个人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，比如，你不知道死的滋味。就凭你，不知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老子从来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没有什么可怨的。你给我滚开！
能，不可能！这招式不可能！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，你留到黄泉路上慢慢琢磨吧。你刚才不是说许老子一个愿望吗？我现在让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！求求你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趣，竟然遇到一个和我一样没有愿望的人。好可怕的吼声！难道毒兽匪也在火山当中？过去看看。
前面有个洞，我们先进去躲躲吧。有人，过去看看。是他，他受伤了。此地温度虽高，但以他的修为，不该抵受不住。救人要紧，回头再问清楚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前辈，你是谁啊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岩洞里封印的是毒兽匪吗？还有，你刚才为什么用障眼法来迷惑我们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我所居住的地方就在附近，你们随我来吧。有劳前辈。前辈，您是仙人？仙女妹妹，你说什么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身上有仙灵之气，不会错的。小仙溪妙华，多谢各位出手相救。前辈不必客气，是你救我们在先。只是，此地凶煞浊恶，并不适合修炼。不知西姐姐为何结庐于此？我有我的理由。敢问前辈，刚才在古迹中施以障眼法的，就是您吗？正是。前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为何要找毒兽匪？不瞒前辈，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找到昭明之影。
位公子，能否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找昭明之影？如若前辈不嫌厌烦，我们这便一一道来。请说。不出主人所料，风雅确实对谢衣之徒下了杀手。你千万不能放松，一定要盯紧他们。是，主人。属下定全力替主人取得昭明剑。去吧。是，主人。何事？启禀大祭司，属下刚刚派人探查过风雅的灭魂灯，已经灭了，说明风雅也已身亡。这个本座知道。风雅在流月城中也是1等1的身手，大祭司究竟派谁去了下界，这么快便取了他的性命？初期是本座精心打造的一把利剑。初期是刚才离开的那个人，他从何时开始跟随大祭司的？很长时间了。为何我从未见过他，甚至未曾听说过他的名字？举世无双的利器，与其施于人前，不如纳之于袖。难道大祭司连我也要瞒着？我并没想瞒着你，只是我认为你根本没必要知道。初期已经去了星罗岩，以后跟踪谢衣之徒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也罢，只要是大祭司信任之人。原是如此，没想到你们要对抗的竟然是流月城。前辈也知道流月城吗？流月城远在北疆上空，其上居住的乃是上古部族烈山。前辈，我们的事已如实告知，可否告诉我们昭明之影的事了？不瞒诸位小友，我前来星罗岩，是要守护一处上古封印。上古封印？难道是为了封印毒兽匪吗？毒兽匪的确就在刚才的岩洞中，昭明之影也确在他体内，但毒兽匪早已经死了。啊？那刚才在岩洞中喷出烈焰的又是谁啊？上古时期，毒兽匪偶得昭明之影，作乱星罗岩。与此同时，仙人福英因冲撞神上而获罪。神农为平息神上之怒，引福英前往星罗岩镇杀作乱毒兽，以将功赎罪。福英化身火龙，经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斗之后，终于战胜毒兽匪。毒兽虽死，毒性却没有散去。兽血流集之处，草木凋零，生灵涂炭。福英以自身利爪钉入地底，并将灵力注入岩层，形成防护结界，从此确保毒血不再向外渗透。然而福英，他却因沾染的毒血过多，以致自身凶煞之气被激发，竟渐渐失去人性，成了一头狂躁难抑的凶兽。神农只好将福英封印在毒兽埋尸的深山之中，并以灵力凝结神石，投入山顶水源。神石浸泡过的神水慢慢渗入岩层，缓解了兽血毒性。千万年后，福英的凶煞之气也终于逐渐得以控制。啊，原
原来刚才在岩洞中，西姐姐是在将自己的仙力注入神石之内。几千年过去了，神石上神农的灵力早已消耗殆尽，只有注入新的净化灵力，才有可能持续控制住福音的凶煞之气。那前辈，您的修为岂不是？修为没了，再练便是。我的职责，首先是要确保当年神农设下的封印稳固。福音已不负人志，若有一天挣脱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次，我要净化福音的凶煞之力，助它恢复正常。请前辈指教，我们如何才能拿到昭明之影？只有先控制住福音，才有可能从毒兽尸体中取出昭明之影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就无法避免与福音前辈一战了。福音也是可怜之人，如今失去神智，更是身不由己。如若你们要强取昭明之影，恐怕他会伤了你们，而且我也不愿你们伤了福音。流月城残害下界，唯有昭明神剑才能阻止。如今，昭明之影就在眼前，这个险我们不能不冒。至于福音前辈，我们一定会注意分寸的。福音前辈虽然已经失去神智，但他的修为仍非我们4人能够力敌。此事，前辈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西姐姐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今日卦象，预告分离，不知是指我与诸位小友，还是……也罢，流月城如此为祸人界，此事必须有个了断。